欧洲的扒手问题简直是太精彩了，他会非常热情的说句 Oh my God, thank you， 然后就走掉。最怕的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白痴，但是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白痴。嗨，你好，我是玲玲。与其在国内人山人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游。今天呢，我结合了一下我自己的旅行经验，总结了5件在出国之前必须准备的事情。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往下看。第一件事就是签证。目前世界上有71个国家对中国免签或者是落地签，但是依旧有很多发达国家需要单独去办签证的。自由行的签证的话，淘宝上就可以找得到，你需要按照他的要求准备好材料，然后邮寄给他。快的话，有些签证2-3天就出来了，有一些的话可能时间会比较久，所以要提前，最好是提前1个月给自己办好。第二件事情就是钱，先别着急换钱，你可以先查一下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大部分支持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在国外能刷支付宝，感觉是中国人的一种优越感。我非常建议提前在国内换好少量的现金，然后准备好一张信用卡。在亚洲的话，大部分 ATM 机都支持银联。如果是去到欧洲的话，建议有一张 Visa 或者是万事达的信用卡。如果你在紧急情况下要在国外换现金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它的汇率是多少，手续费是多少。夸张的可能要到20%的手续费，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就连 ATM 机也有陷阱，比方说捷克。之前就有人做过实验，在捷克的 ATM 上取钱的话，如果是他们当地的卡的话是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用的是其他国家的卡的话，它的汇率是非常非常差的，甚至还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很不划算。所以如果要在国外换钱或者取钱的话，在确认好金额之后再要求换钱。其次就是电话卡了，不要租蛋，不要租蛋，因为这个蛋真的不是很方便，因为你要交押金，你要去指定地点取，要去指定地点还。如果你是只是买一张流量卡的话，你到时候用完可以直接扔掉，或者说去开通国际漫游。遇到危险，记得打电话给你的祖国，一定要存好当地领事馆的电话。还有一个就是12308热线，这个热线是外交部全球保护热线，所以这2个号码的话，在出行之前先存在你的手机上。第3个就是路线规划和酒店位置，一定是交通非常方便的，比方说有地铁、有公交，尤其是旅行的最后一天，一定要住在能够直接到达机场的地方。这些就是我推荐的预订酒店的一些 app。Airbnb 是主要是预订民宿 ，Booking 的话算是全球最大的酒店预订的 app。Agoda 的话是主要针对东南亚地区，就是亚洲地区的酒店会比较便宜一点。其次就是飞猪和携程，这个的话根据个人经验吧，可能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第4个就是准备工作。哎，等等，我好像忘了点什么事情，记得关注我。出行之前，请一定要看好那几天的天气情况。然后我的建议是，你自己先列一张整理的清单，然后再根据这张你列好的清单去一一的整理，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遗漏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是长期需要服用某种药物，或者说你出行容易晕车，或者是肠胃不舒服，这种药建议提前备好，因为出国买药的话，如果说是语言不通的话会比较麻烦。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很多人会遗漏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当地的各种禁忌。还有这个国家需不需要小费？什么是当地禁忌呢？比方说在泰国的话，你就是不可以摸别人的头，你不可以用脚指人。在美国的话，你砍伐仙人掌是可以入狱25年的。在新加坡是禁止吃口香糖的。然后在意大利的话，教堂是不可以穿短裤和无袖上衣的。还有一个就是小费，有些国家是需要给服务员小费的。如果需要小费的话，记得提前换好零钱，因为你给出去的小费人家是不会给你找零的，他会非常热情的说句 Oh my God, thank you。然后就走掉。然后最后还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安全的问题。有一些国家不是你想象的安全啊！欧洲的扒手问题简直是太精彩了，尤其是法国跟意大利，怎么不偷走人家的心呢？在欧洲的话，扒窃啊、偷包啊、抢包啊这种事情频繁的发生在亚洲的游客身上。我感觉这些被扒的视频经历都可以合起来做个合集。我甚至都觉得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去拍扒手而去的欧洲。总而言之呢，出门的时候呢，少带现金，然后把贵重的物品的话，最好是贴身。放包里面，如果包被抢的话，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要警惕那些莫名其妙朝你走过来的外国人，然后也要警惕那些发传单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要跟你要钱，你可以装作听不懂。还有一个就是外语了，其实你不会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活用你的肢体语言，基本上大家能猜个大概。以上就是我总结的5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一个是签证，一个是钱，还有一个就是路线和酒店，还有一个就是准备工作和禁忌，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自由行呢，你前期的准备工作确实要花很多心思，但是在整理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然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你的男朋友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安心的做一个白痴，这个真的是一种幸福。I'm serious。最怕的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白痴，但是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白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喜欢我内容的话记得关注我，然后投币、点赞和收藏。希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我们下次再见，拜。